好意思，我就不送你了。你别管我，去背小布丁。好孙子，快出来，告诉奶奶怎么了？谁找你了？让你不高兴？快出来，听话啊！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出去吃饭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看看，这一回来就扎进去了，怎么叫都不出来？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？他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呀？你娜跟他说，她就是他的妈妈，不过没有说明我的身份。我就知道他回来没好事儿。行了啊，小布丁，走，跟我出去一下。你要干什么去啊？我不是经常说，大人要是说谎了，就应该受到惩罚。现在我说谎了，小布丁也可以惩罚我呀。当然了，如果小布丁不去呢，我没有办法。布丁啊，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小不丁，叔叔之前不得已隐瞒了你妈妈的身份。其实，在大人的世界里，有很多的身不由己。也许现在给你讲这些，你还不太理解。但你只需要记住一点：我们都是爱你的。那你会离开我？当然不会，我们会永远陪在你的身边。拉钩。哎，我们都这个关系了，你还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不能上台唱歌给我吗？因为我是个神秘的男人。好吧，神秘的男人，那你想不想吃神秘的宵夜？哎呦，神秘的宵夜呀！那要是神秘的宵夜是馄饨的话，那我可以考虑。走。哎，怎么了？我好像突然有点看不清了。什么？哎，你别紧张，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。走。没事没事，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只是今天我好像不能陪你吃宵夜了。你这个状况有点太频繁了吧？今天都第2次了，我们还是去一场吧。我没事儿，你先送我回家休息吧。确定？哎，来了。你还要这样若无其事的跟我说话吗？那你想让我说什么？
抱歉吗？我并不觉得抱歉，我只是想让小布丁知道我是他妈妈，有错吗？小布丁回家以后一天没有吃饭，没有说话，这下你满意了？我没想到会是这样。我希望你今后在做任何事情之前，先考虑一下小布丁的感受，行吗？那我也想请你理解一下一个当妈的感受，行吗？我这么多年在外面，最苦最难的时候，我都是看着小布丁的视频，看看他的照片，我总想着有一天我会回来跟他一起相聚的。可我现在回来了，你却让我远远地看着他，还以一个什么是阿姨的身份，是不是太残忍了？是，我是对不起你们，抛下你们这么多年，可我容易吗？我只是想用自己的能力来证明我的梦想，我有错吗？我没有怪你的意思。我想请你认真考虑一下，公开小布丁的事。毕竟总有一天他会知道事情的真相的。但前提是必须让他接受我是他爸爸，你是他妈妈。在这之前，如果你再敢轻举妄动，我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。行，这件事呢，我们先冷静地考虑考虑，好吗？大国一试镜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知道你很自信，但也不能轻举妄动。来，你看一下，这都是我给你准备的中药，以便你研究这个角色。你没必要这样做。我不光是为了你，你也知道我很要面子的。既然你是我力荐给陈科导演的，我当然希望这次选角的时候你能够脱颖而出。不过老程也坦率跟我说了，他只以现场的表现为唯一的挑选标准。但是你放心，我已经给你找好水军了，只要第一天的试镜视频一放到网上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你争取到这个角色。米娜，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，但我请求你不要为我刷任何一张票，我要光明正大的完成这次试镜。好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谢谢。如果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师傅怎么样？雨轩的视神经跟视网膜的神经反馈都不灵敏，这都是由于你大脑内部出血造成的。这次的 X 光片跟上次的没有太大差别。那下一步该怎么办？还是一样，保守治疗。叶朗，我觉得上次我们说的很清楚了，我要做手术。雨轩，你别瞎胡说，你没听我师傅说吗？得保守治疗。手术的风险我很清楚，我情愿冒这个风险，我也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废人。雨轩，我劝你再考虑。你不用再劝我了，我想好了，这个手术我必须做。叶朗，我把你当朋友，所以我想让你给我推荐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医生。当然了，你要是觉得为难的话，我也可以找别人。好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我有一个师哥是脑科方面的专家，技术很过硬，我这2天帮你联系一下他，让他给你主导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哥哥，大
大国艺那边陈志芳的对接人，我给您预约好了，你还见吗？我听说舒小佩那边和他们见过了，他们可是主推陆一伟的。我当然要见啊！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的事情，是我 Peter 能做的吗？帮我约7月吧。好。里边请。这边，这是今天3个包厢的定制菜单，菜式上看起来会很像，但原材料差别却很大。你们在上菜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，千万不要搞错了，不然问题都非常大的。你再去确认一下好了。好，麻烦你了。怎么？我有说错吗？没有啊，完全正确。苏星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他如果有什么专业上不明白的知识，完全可以问我，我随时供。他准备的很用心，我现在才知道，要当一个专业的演员，原来真不容易。无论什么行业，想要做到最顶尖，付出的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努力。你跟他说这个项目是我家投资的了吗？他自尊心那么强，我怕他事后知道可能……你不会还没跟他说吧？从我知道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很想告诉他，但我一直没有机会。现在看他准备的这么用心，我怕告诉他会影响到他的心情。而且你答应过我一定会公事公办，所以我想说，等结果出来以后，再好好跟他谈谈。你这么用心对他，希望他不会生气吧？明哲呀，真没想到会是你，那太好了，熟人好说话呀。没想到皮特哥还记得我，真是让我想不到啊！哎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当初你跟老王的时候啊，我就觉得你这个人不简单，头脑清晰，思维活跃，将来肯定是个人才啊！你看，这么快我们就在一起合作了啊！哎，来坐，坐吧。这瓶酒呢，是当时我在法国玩的时候喝着，觉得不错，我带回来自己留着喝着玩。我听苏星说过几次你也爱喝酒，所以这瓶酒呢，送给你，不成敬意。哦，不用了，当年苏苏送给我的酒还没有喝完，这个还是皮特哥您留着慢慢喝吧。来，我先来敬马总一杯。劳驾421哥给我倒酒，我还是太有面了。什么一个不一个的，都是大家赏脸。来，明哲，明人面前不说暗话。本来呢，我们齐越已经是叶百草的不二人选了，怎么突然告诉我们变成什么选秀了？这是你们要为大国一造势呢，还是？皮特哥，实不相瞒，资方这次做主的老大换人了，换成太子爷了。他说要找最适合叶百草原型的演员，我们也只是奉命做事。明哲，我说话直，你别介意啊。大国一是投资方的第一部影视剧，难道就不想找一个有名气的演员，提升一下知名度吗？如果这次选秀选出了一个虽然有演技，但是没有任何知名度的人，怎么办？我想，这就不是您皮特哥需要考虑的问题吧？我们太子爷说了，他只看实力，不看名气。那个我还有个剧本会，我先走了。祝你选秀过程顺利。谢谢。好好。皮特哥，来，谢谢你这样帮我争取。我之前如果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您多包涵。我也是为了公司利益。你要知道，这块肥肉惦记的人多了。您觉得那个马明哲刚才说的那些话，可信度有多高？
根据刚才他所说的，我倒有一种感觉，他们这个太子爷呀，是一个想认真做事的人。既然这样，我们不如按照他们的游戏规则陪他们玩到底，这样的话还也许有机会。如果一旦触碰到他们的底线，那就不好说了。可是我没什么可是的，七月，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听我的，想想吧。进。哥。啊，坐。哥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但是你听完之后，你别激动，你也别骂我。你别跟我说，你要跟孙一航结婚。我要是结婚，你肯定第一个知道。那就好，说吧，怎么了？之前孙一航出车祸那次，我去医院也做了个检查，脑子里有个血块，就卡在医生最为难的地方。你怎么跟我保证的？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？之前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很低，所以我没做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，成功率已经提高到了20%。而且现在我感觉症状越来越明显，我觉得我扛不住了，所以我准备手术。雨轩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家人啊？这么大的事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孙杨的臭小子！不关他的事，是我自己决定的。雨轩，我知道你的经历让你学会了坚强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是你最亲的人，我可以给你依靠。所以我告诉你了呀，因为你，因为苏阿姨，还有小布丁，所以我一定能活下来。我最讨厌哭了，眼泪一点用都没有。既然你决定做手术了，哥尊重你的选择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找最好的医生。哥，还有件事儿，就是我房间桌子的左边抽屉里有一个小本儿，上面有我电脑开机密码，还有我银行卡密码。如果我一旦出什么事儿的话，你就拿着小本儿一个一个去核对。还有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听我的。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手术，然后安息养病，一切都会没事的，好吗？哥，我因为手术成功率特别低，所以如果在抢救的过程中出现任何意外的话，放弃抢救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因为我现在有了家人，我不想拖累你们。如果现在需要手术的人是我，你希望我放弃治疗吗？我跟你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你是我妹妹，手足情深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在手术台上有任何的意外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照顾好你的后半生。你不忍心拖累我，难道你就忍心让我放弃你？可对不起，我害怕，我真的害怕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哥受伤的时候跟你感觉是一样的，恨不得马上就走，不去连累小布丁和咱妈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死都不怕，你还怕活着吗？
活着咱还有希望，死了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，明白吗？你就那么想离开我们？啊？我不想，我真的不想。小希哥，哥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离开我的身边。不会。如果你知道一件事情的实情，可是你一直没有机会说，到最后那个当事人知道了，你觉得他会恨我吗？有话一定要及时说出来，一旦上了手术台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谁要上手术台啊？姐，我好害怕。哎，这房间不错啊。不错啊，不错，你来住。哥，你别理他，他就是脑子缺根筋。我的意思是，这房间很好，很舒服，你可以在这里好好享受。少说两句。宇轩，明天手术安排在上午第1台，给宇轩主刀的是业内知名的脑科专家，他对这次手术还挺有信心的。谢谢。你们放心吧，我福大命大，肯定没问题。杨宇轩，来剃头发。为什么要剃头？明天就要手术了，不剃头发怎么做？我不剃。如果非要剃的话，我宁可不做了。宇轩，你干嘛？杨宇轩，你发什么疯啊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说不做手术就不做了？宇轩是我妹妹，你没资格说她。宇轩还是我未婚妻呢。哎，好了，这里是医院，都别吵了。护士，我再跟病人商量一下，麻烦你一会儿再过来。好。宇轩啊，手术的一大敌人就是人体的毛发，在上面可能会携带细菌、微生物，还有不必要的灰尘。尤其你这次做的又是颅脑手术，要在你头皮上做标记的，1分1毫都不能差。你说你顶着一头秀发，你是不是想考验主治医生的手艺啊？宇轩，叶老说的没错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就别任性了。你们先出去一下，我跟他聊聊。宇轩，你这……你的头发又多又长，平常应该花了很多时间保养吧？小的时候，妈妈就跟我说，我最像她的地方就是头发。妈妈走了以后，
我就再也没有剪过短发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，妈妈就一直陪着我。只要生命还在，头发就还在。可如果生命没了，妈妈留给你的这个头发，也就没有意义了。雨轩，为了妈妈，答应我，好好听医生的话，好不好？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？不能。怎么样？我说服他了。不过叶朗，你可不可以答应我，明天手术之前再帮他剃头啊？这看。好。你是怎么说服他的？你呀，要多多体会女人的内心。好了，该做的我都做了，我在这儿现在也帮不上什么，明天一早我会提前过来。谢谢你啊。没关系，我应该做的。我怎么觉得你跟叶朗之间怪怪的？怪怪的，有吗？没什么好奇怪的。说不上来。对了，我要跟你说件事。就是关于那个大哥来了。国一的事。啊。来，特制的蓝山咖啡，赶紧尝尝。谢谢。还是你了解我的口味。丁总，这次大国一的机会，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不得不背水一战。大家都知道，陈科导演是个艺术家，他可以潜心不问世事的创作，但他在影视界的地位，都是您一砖一瓦慢慢铺成的。所以，我希望我可以借用你的手，成为陈科导演的一块砖石。齐越，就你会说话。不过呢，我要跟你说实话啊，陈科这个人啊，向来特立独行，这点你是知道的。所以这次试镜你是他坚持的，只筛选2场，所有的试镜内容也都是他自己定的。所以呀，我也是接触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。丁总，你这么说就太谦虚了。谁不知道你在陈科导演的心中是个大红人啊？我相信，即便不是你选题，你还是有办法可以帮我的。我怎么没发现这么狡猾？我不是狡猾，我是知道你心肠软，绝对不会愿意这样亲眼看着我失掉角色。你是早就算好了，我一定会帮你的，是吗？好，看在你对我这么贴心贴份儿的份儿上，我呢就帮你一下。虽然我接触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，但办法还是有的。太感谢你了。雨璇，你不要害怕啊，我这里等你，你要坚强。
医生，怎么样了？手术过程很顺利。谢谢你。不过他的血块长期压迫他的神经，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，要等他醒了才知道。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，苏醒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。那医生现在呢？他还需要继续在无菌监护室观察48小时。没事没事。我脑子里有血块，你脑子里有吗？我反应慢是因为我脑子里血块压着，要不然我去医院把血块拿了再玩。我要喝汤。好。别烫到。看到雨轩的样子，让我想到当时我手术的时候感受到的那种恐惧。你知道他跟我说些什么吗？雨轩跟我说，如果在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什么意外的话，他选择不抢救。雨轩跟你一样，都是骨子里很清高的人。他独来独往惯了，所以他会说出这样的话，我一点也不意外。难道你比我还了解我妹？那不好说，毕竟女人的心是很难猜的。你们这些男人要猜，不一定能猜得对。那让我试试看，此时此刻你在想些什么？好。你接。喂，什么事？你在哪儿？我在医院。在医院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是你还是小布丁啊？都不是，是朋友的事。关于明天试镜的事儿，你一会儿过来找我一趟吧。好，没问题。再见。我可能去找一趟米娜，跟我一起去好吗？不用了，我想留在这里陪雨轩，毕竟一航是个男孩子，我怕他会担心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医生，手术都过去这么多天了，医生还没有醒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病人的生命体征正常，但是手术过后，病人的机体还是需要一段时间进行阶段性的恢复。家属呢可以和他多说说话，这样可以加快他苏醒的速度。好，谢谢医生。雨轩，
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我是一航。雨轩，雨轩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雨轩，能不能小点声？这个音量可以吗？凑合吧。雨轩，这是几？你看得见吗？是不是傻？太好了，你好了。你是谁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是我。我跟你很熟吗？陈科导演你好，我是齐越。你好。你的第一个题目是悲伤。面对这把椅子，请给我表演一段心痛的经历。酝酿一下，马上开始吧。好。当你心在痛，眼泪快要掉下来的时候，那就赶紧抬头看看，看看那一片曾经属于我们的天空。当天依旧是那么的辽阔，云依旧是那么的潇洒，那你就不应该哭。因为我的离去，并没有带走你的世界。卡，可以了。你表演的是能看得见风景的房间。对。那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，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台词。很可惜，你并没有抓住这段台词的精髓，只是在表演情绪。好，下一个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一点都不嫉妒他，即便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，我也从来没有嫉妒过他。我嫉妒的是那些轻而易举就能靠近你的人。好，请回去等我们的通知。啊，请下一位。喂，醒醒！别给我开这样的玩笑，行吗？一点都不好玩。喂，醒醒！喂，
我真的怕了啊！喂，别这样，好不好？黑夜所以那么黑，星星看来更闪亮，插进最深的土壤，会开出不白的花，来不及就遗忘。他们捕捉我的光，你却看穿阴影背面的假装，在这座城市围墙，在这规则的广场，陪着我两个人乘风破浪。星空下的你啊，有最暖的心脏，就算我的梦做的跌宕，又能怎么样？星空下的我啊，卸下盔甲给你肩膀，再耀眼的星星也渴望被珍藏。他们捕捉我的光，你却看穿阴影背面的假装，在这座城市围墙，在这规则的广场，陪着我两个人